从捣乱小精灵到28作品的常客，最后成为网友们的自嘲外号，哥布林的一生是怎样变化的？要是追溯哥布林的起源，那要穿越到古早的欧洲。经常穿越们的朋友一定知道，过去之后不要乱摸啊，不怕被认成同类嘛。这个时候的哥布林还没有哥布林这个正式名字，但是有一个差不多的 goblins， 不过只是用来指代一些精灵的，直到后来衍生出了 goblin， 才慢慢成了这一类矮小精怪的统称。这个时期对于他们的传说，更多还是喜欢在晚上恶作剧，也有点类似于人类对于黑暗和未知的恐惧，比如你睡觉的时候没有盖住脚的被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人之间并不方便的交流，也让哥布林在欧洲大陆上有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在德国那是家宅精灵，在威尔士则成了矿工，而哥布林这个形象正式邪恶化要追溯到19世纪，这样算来也就200年前，还不老嘛。宗教的传播过程中，这些民间小妖精自然是要被打成异端的，哪怕你是哥布林也一样。而随着浪漫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哥布林的反派形象也愈发固化。当然这个时期的哥布林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还相去甚远，只是单纯的坏。而20世纪后呢，这是一个狂野进化的时代。中古世纪的创世神先行一步，托尔金在霍比特人中将这种生物称为 Ark， 其中体型较小的被叫做哥布林。他们害怕阳光，常年生活在地下。既然有托尔金，那怎么可能少得了中古世纪第2个严厉的父亲呢？龙与地下神紧随其后，确定了他们的生物习性、社会结构。他们会团队合作，不计偷袭，巢穴往往在人类聚集地附近。这个设定也让哥布林成为了很多游戏中的新手怪物。而对后世有长远影响的设定还有一个，哥布林会偷袭，还记得吧？他们会袭击商队、冒险者队伍，然后把人绑回去做苦力。说到这里，其实和我们印象中的哥布林已经大差不差了，该有的要素基本都有，除了一个，那就是绿色皮肤。这个时间也不用追溯很久，中古战锤世界，这里就算是正式将绿皮带入了人们的历史。要素齐全，那按照惯例就要轮到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霓虹人登场了呗。因为物哀审美的影响，哥布林天然的破坏性在霓虹的文艺作品中被大量使用在了28作品中。但我们要知道，大伙儿那些私底下看看的东西是不可能把风气带成主流的，所以一定有一个走进了大众认知的同时又带着这种要素的作品出现了，那就是2018年的哥布林杀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原片啊，想要快速了解的，抖音上有数不完的解说。真人内容暂时告一段落，随着时间的推移，2024年有一个奇奇怪怪的定型文在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总之就是用哥布林来嘲讽自己长相不够出众，生活不够美好，然后就有人开始用哥布林大王自居弹出定型文，告诫大伙儿不要离开舒适区。而在同一年，又有一种哥布林诞生了，白日梦哥布林。起初只是一张摸下巴的哥布林图，然而大家好像发现了这个图很好用，于是就开始往上面填字，比如你的意思是长相平平，爱宅在家里，无社交，无特长，收入也一般，仅拥有一些温柔性格的你，会在路上遇到一位乌黑亮丽长发并且性格温柔善良的黑长直美少女，害羞的跟你说，前辈我喜欢你，请和我交往，对吗？又咋说呢，现在的哥布林反而在大众印象里失去了28要素，人很神奇吧。那本期视频的互动问题就是把你存的哥布林文学在评论区里发一发，我要扩充我的表情包啦。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魔物。